近期，墙内掀起了一场针对农夫山泉的声讨，爱国网友们质疑农夫山泉旗下多款产品涉嫌包含日本元素和辱华元素。今天就让我从娃哈哈和农夫山泉的历史说起，谈一谈我对农夫山泉和改革开放的看法。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娃哈哈的兴起。37年前的1987年，42岁的宗庆后带着2名退休教师和新招来的几名员工，承包了杭州一个连年亏损的校办工厂。1年后的1988年，宗庆后与人合作，开发出了娃哈哈营养液。1989年，宗庆后创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娃哈哈产品行销全国。随后，宗庆后带领娃哈哈集团开启了他们一系列开挂的人生。1992年，娃哈哈八宝粥上市，至今累计销售154亿瓶。1996年，娃哈哈纯净水上市，至今累计销售783亿瓶。还是1996年，娃哈哈 AD 钙奶上市，至今累计销售480亿瓶。2005年，营养快线上市，至今累计销售504亿瓶。2006年，娃哈哈爽歪歪上市，至今累计销售444亿瓶。其中，仅营养快线这个单品饮料产值就超过了1200亿元，创造了营养类产品的奇迹。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的胡润百富榜中，宗庆后凭借他的饮料集团3次荣膺中国首富。在资本的市场上，任何一种产品产生巨额的利润时，都会吸引嗅觉灵敏的同类参与残酷的竞争，争夺巨大的蛋糕。在娃哈哈不断迈向新的巅峰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也在悄然布局。1993年，钟闪闪聘用高圆圆做亲嘴含片广告，开始崭露头角。1996年，在宗庆后创办娃哈哈9年后，钟闪闪创办了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可真有点长，正式成为宗庆后的对手。1997年，钟闪闪以浙江千岛湖为水源，第一款农夫山泉包装饮用水上市。2000年，农夫山泉在公关和广告上向以娃哈哈为首的纯净水全面开战。在公关上，农夫山泉召开新闻发布会，钟闪闪语出惊人地称，经实验证明，纯净水不如矿泉水，纯净水不含矿物质，长期饮用纯净水对健康无益。农夫山泉不再生产纯净水，将全力生产矿泉水。此次钟闪闪利用黑公关效应，让纯净水不如矿泉水的概念深入人心。之后，在广告方面，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和农夫山泉有点甜这样的宣传，让农夫山泉火爆大江南北。在娃哈哈逐渐不能推出爆款的同时期，在农夫山泉的产品线上有农夫山泉、东方树叶、茶派、水溶 C100、农夫果园、尖叫等系列爆款。不断推出爆款的农夫山泉，像当年的娃哈哈一样，开始占据资本的 C 位。2021年和2023年，钟闪闪以4500亿元的资产2次问鼎中国首富。相比之下，2023年的宗庆后因为产品后继乏力，靠着老产品的基本盘，以1000亿元的财富跌落到中国财富榜单第32位。宗庆后的娃哈哈和钟闪闪的农夫山泉本来是2个资本家和资本集团各领风骚数十年的资本对决，但在宗庆后去世后，资本对决的味道发生了改变。2024年2月25号，宗庆后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9岁。宗庆后去世后，网上开始各种纪念宗庆后的活动。在众多网友发布的一个视频里，宗庆后谈到，他不会在自己的企业里开除掉45岁以上的员工。说在您的这个企业当中，45岁以上的员工是不可以被开除的，是这样吗？我是从来不辞退人的。你从来不辞退人？不辞退人的，辞退让别人去辞退。也不是叫别人辞退因为他好好在干的，你辞退干什么？那他如果他尽管他能力有差异，对，因为能力有差异也很正常的了。那你能力差的人就永远找不到工作了。这个视频迅速击中了这个时代的痛点。在2024年经济大环境每况愈下的中国，35岁以上的员工被公司解雇后，再也找不到工作的新闻与故事比比皆是。
宗庆后对自己企业老员工的尊重，让身处中国经济衰退大潮中的每一个人深受感动，感同身受。在人的感情世界里，爱与恨往往同时出现。在人们爱戴去世的宗庆后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钟闪闪也迅速被舆论推到了恨的聚光灯下。网上开始传播各种钟闪闪年轻时违反职业道德，在各省串货娃哈哈，被娃哈哈开除出门的谣言。尽管钟闪闪亲自澄清各种谣言，但是中国首富钟闪闪的继承人，他唯一的儿子钟树子是美国籍的身份，开始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最有钱的公司是美国人的公司，这种论调激起了在贫困与痛苦中苦苦挣扎的广大网民的愤怒与嫉妒，中国网民的民族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网上各种攻击农夫山泉的视频层出不穷，线下各种小商店开始下架农夫山泉的商品，网民自发抵制农夫山泉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农夫山泉和钟闪闪被围攻，乍看上去是个个人情感和民族情绪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商战。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类似的商战案例。曾几何时，日本汽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销量冠军，然后中国版的公关战开始了。各种网络新闻铺天盖地地宣传日本汽车的不安全，然后日本汽车车皮太薄，汽车重量太轻导致的安全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但是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先看车皮厚度，市场上不论是日系、德系、美系还是国产系，车皮的厚度都在 0.65 毫米到 0.8 毫米之间，那 0.15 毫米的厚度差也就是个头发丝儿的差别。再看车身重量，日本车为了省油，大量的运用铝型材代替钢材，这种轻量化的设计有利于环保，节省能源。另外，日系车和其他竞争品牌的汽车一样，投放市场之前，他们都经过了权威机构的安全测试。车辆的安全就是汽车车企的生命线，车企对于安全隐患的担忧和消费者的担忧不分伯仲。能进到市场上，进到消费者手里的车，车企不敢保证它是完美的，但一定会尽力把安全性做好。其实，车的安全性能和车身的重量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美系车、德系车、韩系车，甚至后来的国产车，都在抄袭日本车的轻量化设计。车的安全与否，有汽车第三方机构进行安全认证。中国的 CNCAP、美国的 IIHS， 早在车辆上市之前，就对车辆进行了安全测试和安全分级。你会看到，有的宝马车的安全等级还不如丰田车的安全等级高，但这一点都没有妨碍人们买宝马车的意愿。虽然车的安全跟车皮和重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商战和黑公关的影响下，日系车在中国日落西山。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三星手机的身上，这是一样的配方，不一样的味道。作为世界总销量第一的三星手机，因为电池爆燃问题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但同时三星的竞争对手同样的电池爆燃问题却被掩盖了下去。因为铺天盖地持续不断的商战和黑公关，导致三星在中国败走麦城。当然，类似的故事又发生在了娃哈哈的身上。农夫山泉的钟闪闪确实利用了网络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黑公关，他不断的宣传纯净水不含矿物质，不利于健康，这种概念逐渐的深入人心，让当年销量第一的娃哈哈纯净水跌落神坛，被农夫山泉取代。其实纯净水和矿泉水各有千秋，纯净水不含矿物质，肯定不如矿泉水，但瓶装的纯净水并不是我们日常饮用的主要来源，平时偶尔喝个1瓶2瓶对身体没什么影响。另外，纯净水不用担心水源污染问题，矿泉水的水源问题，尤其是农夫山泉的水源污染问题，早就被多次公之于众，可之前有多少人会真正的重视呢？一边是纯净水的干净没有营养，一边是矿泉水的营养不安全，作为消费者选哪一个见仁见智。现在又不知是哪一家公司使用谣言和真实的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造谣钟闪闪早年在商场上串货欺负宗庆后，另一方面又实锤了钟闪闪的儿子是美国国籍的事实，挑起民族情绪，让农夫山泉彻底乱了阵脚。农夫山泉的钟闪闪先用黑公关伤害娃哈哈的宗庆后，现在
又不知被谁用了同样的黑公关方式所害，是又一个养蛊者终被蛊所害的故事。只要中国现在这种营商互卷模式一直持续，早晚还得有另外一个品牌作为受害者出现。作为理智的消费者，人们通常会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选择性价比比较好的产品。从实际出发，农夫山泉的水源地的水质问题和娃哈哈纯净水的缺乏矿物质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能看到市场上的百岁山矿泉水，还有华润、怡宝等瓶装水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市场份额。理智的人不会因为产品的国籍而放弃使用优质的产品，因为钟闪闪的儿子钟树子是美国籍，网民们就拒绝买农夫山泉，我实在为他们感到着急。难道我们真的就因为某个产品中有了英美的元素，就拒绝使用这个产品吗？以电子产品为例，手机是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员工发明的，智能手机是美国人乔布斯发明和推广的，电脑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共同发明的，键盘是美国人发明的。既然你拒绝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东西，那么连着手机带电脑，连着智能手机带键盘，你就一起拒绝吧，让电脑键盘侠和手机键盘侠消失一会儿，让网络世界清静一会儿吧。现在中国网民攻击农夫山泉的另一个想法是，你钟闪闪挣着中国人的钱，成了中国的首富，却把你儿子弄了个美国国籍，你不爱国也就算了，还把自己企业的未来交给了美国人，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这个挨千刀的。其实这些网民大可不必这么较真儿，大可换一个思路，钟闪闪是中国人，但他是美国人钟树子的爸爸，中国人是美国人的爸爸，你们不感觉到骄傲吗？中国广大网民看似爱国，实则恶意的情绪与话语，得吓跑多少国外投资者，得让多少已经投资中国的外国资本家胆寒。外国资本家一旦害怕民间的爱国情绪，要投资啊，也不投资了，一投资的离搬离中国也就不远了。当中国民众仇视日韩企业时，日韩企业搬走了，日韩企业里的员工大量失业，新毕业的大学生，城市里没上大学的年轻人和进城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工少了一个谋生的去处。当中国民众仇视欧美企业时，欧美企业搬走了，欧美企业里的员工大量失业，新毕业的大学生，城市里没上大学的年轻人和进城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工又少了一个谋生的去处。当中国民众仇视富士康等港台企业时，港台企业搬走了，港台企业里的员工大量失业，新毕业的大学生，城市里没上大学的年轻人和进城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工又少了一个谋生的去处。现在当中国的民众将仇恨的目光转向自己本民族的企业时，中国自己的企业家也会害怕，他们也会把企业搬到东南亚，中国人自己的企业里的员工也会大量失业，新毕业的大学生，城市里没上大学的年轻人和进城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工又少了一个谋生的去处。当中国大部分现存的企业都已经搬走或将要搬走时，年轻人将找不到工作，中年人将陆续失业，老年人将失去养老金的来源。现在大伙都奔着国企和公务员方向跑，你想想看，这些不会创造出任何效益的公务员和国企部门，一旦没有了民间企业的税务贡献，将来拿什么吃饭？1949年，当中国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时，中国的农民忘记了这样的一个常识：今天地主的土地能被你们剥夺，明天你们刚刚得到的土地一样能被别人夺走。于是1954年开始的农业合作社和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让农民手中还没焐热乎的土地又回归了国家，美其名曰归集体所有。其实不管集体所有还是国家所有，反正土地不是你所有了。1954年以后，当中国对资本家进行公私合营时，狂欢中的中国人又忘记了另外一个人性的常识：当私有财产没有保护，自己的财产随时能被别人剥夺时，人们工作就没有动力。随后资本家在中国大陆消失，没有效率的国企在大陆盛行，中国民间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百业萧条，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1957年以后，当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反右迫害时，
狂欢中的中国人又忘记了这样一个常识：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民间发生什么灾难，将没有影响力的人替你发声。于是3年灾害，至少3000万人的死亡，报纸等媒体集体噤声。1966年以后，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想发展经济的领导人被打倒时，群众又一次狂欢。于是1966年到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教育停滞，50年代出生的大部分人耽误了教育最好的黄金期，然后经济萧条，社会进入崩溃的边缘。今天我们已经不用打土豪分田地了，因为田地早已不属于个人，斗地主就是一种娱乐活动而已。今天我们又开始了又恨又骂资本家，于是日韩、欧美、港台企业家争相逃跑，我们随后被迫失业。今天当网民们骂各种公知、骂方方、怼莫言等作家、记者时，明天当哪一天你有难，不要怪没有人替你发声。今天当我们看到改革开放派官员因为贪腐一个个入狱，当我们狂欢时，那就不要怪后面的官员不再努力。今后官员唯一的效忠目标就是他们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今天敢于对着枪杆子发生的各种制约力量正在逐渐消失，当你因此而狂欢时，明天你将直接面对枪杆子那冰冷的枪口。我不能说洋人、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都是好的，但是当义和团杀害在华的洋人时，我们迎来了中国4分5裂，各家妻离子散，日本趁机入侵，百姓流离失所。当红卫兵批斗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时，我们迎来了百业凋零、生灵涂炭的文化大革命。今天当群众斗农夫山泉这样的资产阶级和莫言、方方这样的知识分子时，你都能猜想明天的样子。如果说第一次文革的烈度是猛烈的，它持续了10年的时间，那么第二次文革的状态将是漫长的，它将持续整整1代人。最后，我从爱情的角度对中国的闭关锁国做了如下的3段论分析。清政府时期的中国闭关锁国，犹如大家闺秀锁门，门是从里面锁上的，钥匙被藏了起来。清政府就想做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外国人想撞开中国的大门通商，看看中国这个大家闺秀的真容，得费9牛2虎之力。清政府时期的打开国门，如果从谈恋爱的角度来看，中国是被迫谈恋爱，想和中国增进感情，是西方国家的单相思。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闭关锁国，犹如现代女性锁门，门是从里面锁上的，但钥匙还在自己的手里。什么时候看见帅哥了，拿着钥匙想开门就开门。那时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和美国都想了解对方、渗透对方。改革开放从谈恋爱的角度来看，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双向奔赴。2024年以后的中国闭关锁国，中国就像是一个有着不良记录的渣男，西方国家这回成了一个记忆力极好的、受过伤的高知女青年。虽然我们自以为还有钥匙在手，但门是被西方国家这个受伤女青年从外面锁上的。以前的那种国门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西方国家这个女青年现在宁可单着，也不愿意和渣男谈恋爱。以后中国再想开门，得看别人的脸色了。以后中国再想改革开放，我们得做舔狗了。